以日本和台湾为主的第一岛链几乎全部都处于我军中远程火力打击的范围内。如果中国发起收复台湾的作战行动，日本也卷入的话，除了成为美国的炮灰，没有任何别的结局。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军战略重心转至第二岛链了吗？中国需要做好应对准备。美国国防部在11月29号完成了一份全球态势评估报告，保密的版本提交给了美国的国会，非保密版本对外公开。我们看到这份非保密版的报告的新内容不多，引人注意的是，报告认为面对中国的军力建设，美军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力量不足，而印太地区又是美军的优先区域，需要增强在关岛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这里面就包括完善机场，要增设更多的燃料和弹药的存储设施，以便让美军的战机和军事人员可以迅速的部署，形成对中国的威慑力。我们注意到公开的报告中所提到的澳大利亚和关岛，在地理位置上都可以归为第二岛链。那么美国为什么不继续增强第一岛链，而开始在第二岛链上下功夫了呢？首先美国构建的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是有缺陷的。传统上，第一岛链北起朝鲜半岛的韩国，通过日本本岛以及琉球群岛的一连串的岛屿连接到台湾，然后再向南延伸至菲律宾群岛。但是目前这个岛链上最积极反对中国大陆的只有日本和台湾当局。韩国和菲律宾都没有彻底的倒向美国，加入反华俱乐部，因此第一岛链是不完整的。韩国由于在慰安妇、独岛的主权这些问题上和日本不可调和，韩国的总统文在寅还有一些重要的国会议员都曾经表示，韩国军队加入美国的行列与日本军队共同战斗，那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韩国又和中国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中国已经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因此虽然韩国有美国驻军，并且部署了萨德系统，但如果中美真的开战的话，韩国会否加入美国的阵营参战，这个要打个问号。韩国明年将进行总统的大选，目前民意支持度排名前列的两个候选人，李在明他的态度是比较亲华，尹锡悦是亲美日的，他有过一些反华言论，但是韩国的舆论普遍认为，就是他当选了后也会走中间路线，所以美国要想把韩国打造成第一岛链的开端，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的。菲律宾现任总统窦特尔特更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人他顶住美国的压力，并没有在南海岛屿的主权问题上继续挑衅中国，而是努力的改善发展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明年初菲律宾也将进行大选，目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度最高的前总统马克思的儿子，以及副总统的候选人的支持度最高的萨拉窦特尔特都比较中立，不太可能让菲律宾加入反华阵营。所以第一岛链的尾巴也存在着不确定性。以日本和台湾为主的第一岛链几乎全部都处于我军中远程火力打击的范围内。如果中国发起收复台湾的作战行动，日本也卷入的话，除了成为美国的炮灰，没有任何别的结局。美军在多年前就已经制定了对华作战的行动计划，这几年根据解放军打击能力的发展做了大幅的调整，主要是美国海军和空军都尽量的把主力放在东风快递打击的范围之外。美国海军将采用分布式作战，空军采取敏捷前沿部署，海军陆战队采用跳岛作战，这样一些战术，准备将作战力量分散成多个小股的力量，投入到第一岛链，同解放军打游击战。而第二岛链则是支持美军这些战略战术的基础。实际上美军想要扩建或新建军事设施的地点不仅有澳大利亚和关岛，还包括关岛附近的天宁岛、威克岛，这些地方都在进行军事设施的整修和扩建。构建第二岛链基地对于美国来说是没有政治问题澳大利亚是叫得最欢的狗腿而其他的岛屿美国都拥有管制权。我军对来自第二岛链美军威胁的应对措施应该也是很明确的。澳大利亚如果在战时对美军的对华作战行动提供支援保障，或者是直接加入对华攻击行动，那么澳大利亚本土就必然会成为我军的打击对象。未来我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将继续快速增强，将第二岛链全部纳入打击范围并不是难事。我们相信，当轰20服役之后，澳大利亚就会老实很多，美军也将会面临第二岛链也待不下去的境地。那么美军还能退到哪儿去呢？可以考虑一下夏威夷或者是美国本土。
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